黑色气焰凝聚，结界传送门成型。随之，一道苍老阴暗的声音自那结界门内传来：“尔等宵小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这太古坟冢是你们能踏入的地方吗？”闻言，众人面色凝重，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应对。他们都知道这里面的人是他们招惹不起的，而对方的语气显然来者不善。他们有人想开口求饶，可却并没有开口，最终纷纷看向楚风。毕竟按照楚风所言，他之前见到的那位可能就是太古坟冢主人，并且已初步知晓此地奥秘，由楚风来与对方沟通可能更为妥当。可相比于他人，楚风却毫不紧张，反而不由一笑：“你都进来了，我们为何不能进来？难道你多长了屁股不成？”楚风此话一出，众人吓到够呛，这话分明就是找死啊！果不其然，那传送门内的声音再度响起，带有明显怒色：“你这小鬼，竟敢与我这般说话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还能是谁？王强呗！”楚风道：“王强。”此话一出，众人不由一愣。许多人都知道楚风与王强关系非同一般，且黄府天族的许多人都见过王强。至于神体天府的人更不用说了，王强本身就是神体天府的一员。我擦，你咋发现的？然而就在这时，那结界门内声音再度传来，且同时一道身影从中跳出。看到此人，众人感觉难以置信，尤其是神体天府的众人，因为此人当真就是王强。当王强从传送门内跳出来之后，那黑色气焰形成的传送门也是消散开来，一同消失的还有那可怕的气息，消散的彻底，就像是从未出现过一样。兄弟，你咋知道是我？王强问。你忘记你身上有我的定位符了？楚风反问。靠，我忘了。王强此话说完，便转身看向神体天府众人，笑眯眯道：“拜见府主大人。”王强，你怎么会从这里面出来？神体天府府主仍未缓过来，还沉浸在那结界门恐怖的气息之中，脸上仍有担忧之色。府主，我是与你们开个玩笑，那门看着吓人，实则没啥用，就是我掌握的能力。王强笑嘻嘻的道。随后经过王强的讲述，众人也终于明白了缘由。原来王强已经成功开启了一座坟墓，并且顺利获得传承，还获得了于这太古坟冢内可以使用的能力，那便是随意开启传送阵法，快速到达他任何想到达的地方，并且他还能锁定想锁定的人位置。开启传送阵的时候，他脑海中浮现出了楚风，因此便开启了传送阵，到达了这里的传送阵。太好了，你掌握如此能力，那我们在这太古坟冢内赶路可就轻松多了。黄甫圣宇说道。轻松个鬼啊！你是不知道我刚刚开启费了多大的力气，而且开启成功之后，我短时间之内是无法再度开启的。王强道。那你到底获得了怎样的传承？应该是很厉害的人物吧？黄甫圣宇又问。我这传承听名字不像好人，叫邪焰道祖。王强道。邪焰道祖。闻言，楚风神色微微一滞，而王强则直接撸起袖子，袖子上出现一道黑色印记，且散发淡淡诡异的黑色光芒。得到传承后，那座坟就到处都是黑色气焰，变得诡异的很。小爷这胳膊上还出现了这么个鬼东西。这看着王强胳膊上的印记，所有人都是不由一愣，下意识地看向楚风，因为那印记虽然小了很多，且散发的光芒也不同，但却与宇文炎日胸口的符咒印记很是相像。而楚风早已是面露喜色。兄弟，你笑啥？莫非这是好东西？王强对楚风问道。搞了半天，那第二颗星辰是你破的啊？楚风道。第二颗星辰是啥玩意？王强一脸不解。随后楚风便将七星连珠的事情告诉了王强。我擦，还有这种事？所以我这是好事啊。得知经过，王强问道。当然是好事。楚风说道。这太古坟冢内的传送之力与传承本身应该关系不大，但这邪焰道祖的名字听着倒像是大有来头。所以兄弟你得到了什么好处？楚风问道。还在融合中，但若融合成功，
修为应该会有一些增进，不过增进也应该不大，最主要的还是战力估计会有所增强。我觉得他这力量可能会让我的四凶神体如虎添翼更进一步。王强说道。那兄弟，你倒是不虚此行了。楚风道。是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本来担心那印记是诅咒，现在听你这么说，我的担心也是多余了。那确实就是好事了。兄弟，你得到什么好处没？话说你咋又回来了？我开启传送阵的时候，其实是操作失误了，脑海中浮现了就开启传送门了。我还以为要直接把我传送出太古坟冢，没想到你也在这里面。王强也是问出了自己的好奇。楚风也是将奶奶的事情告诉了王强。兄弟，你别太担心，奶奶肯定不会有事。王强道。与此同时，剑慕白仍在这太古坟冢内游荡。虽说在楚风身上2次吃瘪，但他并不气馁，他对自己十分自信，觉得以他的才华，定然会在太古坟冢内有着不小的收获。很快，他便眼前一亮，他的目光锁定在了一个坟墓世界之上。这座坟墓世界倒不是特别大，但给人的感觉却压迫感十足，就连墓碑也是特别，大多数坟墓都是一道墓碑，这座坟墓世界是2道墓碑，宛如2把巨大的利剑倒插在浩瀚星空中。明明墓碑也是空白，却散发诡异的紫色气焰，仿佛那其中藏着可怕的妖物。换做其他人看到这座坟墓世界，定然会赶快绕开，可剑慕白却如获至宝，果然又被我寻到了一处好地方。剑慕白话罢，便飞掠其中，穿过结界层，进入世界之后，这内部情况也同样诡异。其他世界最多的是地貌诡异，但这里不仅地貌诡异，竟是坑坑洼洼，仿佛经历过激烈的战斗，且许多地方都布满白骨，那些白骨都充满了岁月的痕迹，比远古更加古老。只不过连本源都不见了，自然也无法看出这些白骨生前的修为。但从那些巨大如山的白骨中可以确定，不仅有人族，还有许多妖族。剑慕白是见过世面的，并未因为这些而恐惧，反而根据他的经验，很快锁定了阵法的位置，继续赶路。很快，2座巨大的墓碑出现在眼前，但这2座墓碑与之前的坟墓世界都不相同，这2座墓碑就像是建筑一般，其中一个还有大门的。眼下大门紧闭，可大门外却站立着一道人影。那不是人，因为那位身高足有8米，他并没有穿着衣物，因为他无需穿着衣物，他的身上自带黑色的铠甲，铠甲就是他肌肤的一部分，霸气非常，坚不可摧。